江河之上，群山之中，世界最强水电心脏蓬勃跳动。金沙江上，乌东德、白鹤滩、西洛渡、向家坝4座新晋梯级水电站与三峡水利、葛洲坝水利枢纽遥相呼应，4手联弹，在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奏响绿色交响曲。从金沙江汇入长江，从长江奔向大海，水、风、光构建多能互补新体系。这是21世纪的中国饱含热情写给世界的双碳答案。在白鹤滩水电站18项指标冲刺世界第1时，距此近200公里外的上游乌东德电力工程师将要赋予这个传统水电站双碳时代的全新定义。乌东德水电站坝高270米，坝长326米，是金沙江下游4个梯级电站的第1梯级。2020年正式下闸蓄水。看到这一湖水以后，这一湖水我们看的不是水啊，我们看的是能源。杨宗立，高级水电工程师，他和水电工程建设者们用了5年的时间，建成了这座超级水电站。当开山劈石、拦河筑坝工程结束后，另一项挑战已经在大山深处悄然展开。两岸山体里面的机组那是转动的一个不停的转动，它的水能的效益就能充分的发挥出来。左右两岸地下厂房共装备了12台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高达1020万千瓦。每天上班就是从这个洞口一进来，就是看到这一个洞穴和一个现代化的建筑的一个结合就是有一种穿越的感觉吧，感觉这是人的力量还是很大的。喂，你好，中国水春年。由天然溶洞扩建的中央控制室内，超大屏幕上显示着几台机组正在满负荷运行。邓凯和他的同事们需要对机组的运行状态做实时监控。水电站实行8小时轮值班制，邓凯是这个班的负责人，行业内统称执掌。加强这个计划监控，这个建设。这边是这个溶洞里的这个疾控楼了，12台机组的作战指挥中心，也就是说必须得高度紧张、严谨细致。乌东德水电站主要承担着南方电网的用电保供任务。2021年，南方5省区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11.1%，尤其是广东用电量持续领跑全国。粤港澳大湾区一些城市用电量突破1000亿千瓦时，邓执掌他们需要特别关注早晚2个峰值间频繁波动的拐点。在南往下，乌东德是它最大的一个直调电厂，每天的调峰量都很大。电话一响，反正就有种条件反射就接电话。哎，你好，乌东德左岸电厂电凯。哦，好的，好，行。喂，你好，中国水是你们。调度下发左厂接地计划曲线，请注意负荷调整。随着调峰指令的下达，运行监控屏上的曲线也在实时变化。12台机组在保证稳定供电、响应负荷需求变化的同时，还要随时补足因受自然条件影响而导致的光伏和风电的电力缺失。长江最大水电走廊上
各个水电站充分发挥水电调节能力，提高可再生能源综合开发水平，增加清洁能源供应。水、光、风是大自然馈赠的绿色能源，如何让它们进行能量间的互补？尤其是让传统水电与间歇性极强的风电、光伏有效协调运行。工程师们需要对系统设备进行优化。时间就是电力，提高机组检修维护效率，是保障每台机组高效运行的关键。我们先检查一下这个4号泵的这个振动怎么样？张兴，有着10多年机械检修经验的工程师。液压管道的下方是一条500多米长的引水隧道，强大水流进入压力钢管后，通过涡壳推动叶轮转动，由此产生电能。很长的这个引水隧道，每一次检修排水，它都需要耗费近30个小时的排水。这像我们之前的时候用那个基础供水，就是用这个容纳8万立方米，能灌满38个标准游泳池的引水隧道，给张兴他们的快速检修提出了挑战。我们这回油箱上面的话，主要要检查一下这个主和阀，看这有没有渗漏的。为了应对调风发电的需求，工程师们一直在探索快捷的排水检修方案。之前的手动开导液排水方式有70多项操作流程，流程也相当的繁琐。在不同的这个层分布了不同的设备，然后每一层操作人员去进行一个相应的一些操作，所以就不太好控制机组的这一个转速。能否将复杂的手动排水变为一键操作？张兴和几位年轻的技术骨干成立了攻坚小组。我们这个尾水平压的这个问题，机组的转速不能过高，不能过速。程序方面还可以优化一下。他们创建了引水隧动负压仿真模型，对机组转速、温度、振动等关键数据进行理论计算、程序设计，一键方案终于进入了测试阶段。一键启动排水流程，15分钟内完成开导液、机组启动、停机等12步流程的自动开停，大大缩短了机组检修时间。从这些70多步的繁琐流程啊，然后突然之间变成了一键就给开启，一个人就能完成，这是一个巨大的一个进步。离岛准备启动了。对于单机容量巨大的水轮机组，实现一键开导液的排水方式，这在水电行业尚属首次。然而，在实现数字化、智能化的机组运维上，水电工程师们的探索还远不止于此。现在是下午6点，按照电网的调峰指令，运行执长邓凯需要启动刚刚完成检修的9号机组。成千上万条电气线路汇集在数控终端，中央控制室内复杂的机组调节系统也只需要一键启动。现在新能源的接入并网的容量是越来越大，而且现在电力可靠性的指标是越来越高。零飞停是什么概念？就是机组在运行过程中不能有一次跳闸，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走在耸立于高山峡谷间的大坝上，望着蜿蜒伸向远方的输电线，作为乌东德电站运行总指挥，厂长王金涛，此时此刻也心生感慨。我们6座电站啊，和那个风光来互补啊，形成一个真正的一个清洁走廊。
2020年，中国宣布，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并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为此，作为国家能源发展的主力军，也已经责无旁贷地融入中国双碳战略布局中。一份水电装机能带动3份不稳定的光伏和风电，变成稳定的电源输出。这个清洁能源走廊的节能降碳的潜力啊，可以说是巨大。长江滚滚东流去，不尽能源滚滚来。长江入海口，一艘海上风电工程船正准备起航。大副、二副啊，我们那个人员前后准备啊。准备好了。人员到齐了吗？人员到齐。张茂军拥有数十年航海经验的资深船长，今天将由他来执行三峡能源001号的首航。他们将前往200海里外的风电场。好了，现在我这马上解掉，你们把位置给我控制住可以了，前后尽量不要动了。三峡洞洞1现在起航。向上都是一个很严重的挑战。根据最近的天气情况分析，目前相关海域能见度良好，风力东北风3到4级。根据最新的海况预报，未来几天，这个标号为江苏大风 H8-2的风场，最大风力为每秒10米。为了抓住这难得的窗口期，首台风机安装作业就定在4日上午。江苏北部大丰海域这片正在开发的大型海上风电场，是三峡能源离岸最远的海上风场。相比近海滩涂，深远海的风力资源更加丰富。过去7年，三峡能源以黄海为起点，沿海岸线向南北延伸，先后建成了辽宁庄河、江苏响水、福建兴化湾、广东阳江等多座大型海上风电场，打造了一条装机规模国内第1的海上风电走廊。然而，离岸距离越远，风机安装难度越高。001号能否应对复杂海况，并成为远海作业的定海神针？它首先要经受得住狂风巨浪的考验。咱们这个船对于抗风暴的等级啊，还有一些个就是应急情况啊，都是做得非常的就是全面的。但是确实就是因为它是属于三峡第1艘嘛，就是心里还有一些忐忑的。面对涌动的洋流、强劲的海风，要保持这艘海工船的稳定性，秘密就在于它的独门利器——4条近30层楼高的桩腿。桩腿的长度呢，直接影响着我们风机吊装的这个情况，因为它的重心不稳的话，倾覆、侧翻都是有可能的。当4条大长腿
稳稳地坐实海床后，液压升降机迅速将超1万吨重的船体拖出水面，悬空的船体犹如吊脚楼，任凭风吹浪打，平台岿然不动。船体被稳固住，但还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当海风骤然加大时，起吊的重物会产生大幅摆动。001号另一门绝技，就是稳定功率的揽风系统。这套空中稳固系统，能在5级风速下一次吊起近400辆轿车的重物。我们的吊机上面，如果仅是一个吊钩的话，它是左右啊，包括这种旋转啊、摇晃，它是控制不住的。所以说，这个揽风系统是一个恒定张力的，它有3个点呢，它就相对是比较稳定的。仪表显示，摆动幅度完全在设计范围内，这是一个令所有参试人员都非常满意的结果。下午5点，塔筒和发电机的安装全部结束。001号能否通过工程检测，达到设计要求？接下来的叶轮吊装将是终极考验。第1台风机吊装，另外一个是新的船、新的人、新的机器，挑战这个最高难度的这个实验室进行一个机器的磨合，大家互相的一个接触，都是需要磨合的，这是。3至83米长的叶片，已吊运到6个篮球场大小的甲板上。连接后的叶轮直径长达171米，相当于2架空客并排的宽度。在空间十分有限的甲板上，安装工人们要将144颗螺栓一次性同步对准在变桨轴承螺栓孔内，这对工程师们来说是个不小的考验。组装好的叶轮重量高达164吨，要将其吊装至100多米高的塔筒上，这个难度来自叶片本身。风力发电机叶片有巨大的受风面积，微微海风都有可能导致吊装失败。最难的作业即将开始，001号上的溜尾夹具已经开启，特制的夹具可以让叶轮在起吊和翻身过程中保持平衡。有时候小到1厘米左右的，就是那么一个间隙距离，一点转动的话，就可能导致我们的螺栓跟螺栓孔之间的对接就对接不上。叶轮很快就提升至发电机高度，接下来是叶轮轮毂与机舱的高空对接。168颗螺栓要分毫不差地插入预留的螺栓孔中。8把灯现在这个角度怎么样？可以，应该可以离那个发电机有2米左右。2米，再抬点吧，再抬个1米。这个第1台机嘛，我们先搞距离搞大一点。工程师们只有1次机会，空中对接必须一气呵成。现在就一个动作，旋转往右，8把灯旋转往右，现在一个动作，钩头停掉。历时4个多小时，在指挥人员与吊机驾驶员的精准配合下，叶轮与发电机实现了完美对接。三峡能源东东1第1台风机的顺利安装，标志着我们将驶向更广阔的海域。至此，三峡能源001号通过了最为严苛的海上安装检验。
001号算是给我们三峡呢做出了一个就是说开拓性上的一个就是先迈出了一步。今天，技术创新、装备升级正成为中国新能源发展的核心力量。截至2021年，中国海上风电新增装机容量近1700万千瓦，全球遥遥领先。然而，超大的海上风场让中国工程师们也直面深水远岸电力传输扰动这一世界级难题。这座柔性直流换流站是世界上最大的海上换流站，由中国自主建造。它将应对海上风电长距离输电导致的速度慢、可控性差等传输扰动。不过，要将2.2万吨的大块头安置在70海里外的洋面上，100多名工程技术人员首先面临极限运输安装的挑战。沙正海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之一。虽然他们之前做过多次论证和推演，但是对于这次挑战，年轻的工程师们还是有点忐忑。看一下这个传感器，之前现在已经把它的差不多了。这是那个法塔振动监测那个传感器吧？对，现在准备了2路电源。那它这个之前有没有调试过？调过，一定要保证它正常能用。调试过了是吧？调试过。它电源呢？电源怎么？这里是整个换流站的心脏，这些垂直分布的换流器由5184个 IGBT 芯片组成，它将控制265台海上风机，将110万千瓦交流电转化成可控性强的柔性直流电，输送给70海里外的华东电网。这座海上巨无霸，庞大体积近乎于水立方。然而，这个超大结构却有着极高的精度要求，对震动极为敏感，一旦振幅超过5度，极有可能产生无法挽回的后果。我们在运输过程中，可能整个船舶的横摇纵摇，就是说，可能对整个结构可能都会有一些轻微的摆动，所以我们压力也非常大。沙正海他们的第一步是将这个近3万吨重的大块头转移到半潜运输船上。屋外下起了阵雨，指挥部里等待潮水的工程师们并不担心江南的雨水。长江入海口变幻不定的气流，才是他们必须紧紧盯牢的对手。它的这个天气预报呢，这个地区呢有这个相对有这个雷暴天气，对我们现在这个上船有多少大的风险？就算它来，咱们有多少大风险？因为它是在船上。所有的人员保障的队伍液压、3供、经控、后勤，这个切割。如果说要离开岗位，必须经过5次汇报同意以后，然后再允许，好吧？经过对各种工程因素的预测评估后，指挥部果断下达了启动指令。超级换流站在钢缆绞盘机牵引下，缓缓地向江边移动。为了赶在高潮前滑移到码头，绞盘机从原来的5台增加到了9台。滑移对我们来说这么重的也是一个挑战。我们的这个基础所承载的28000吨，怎么样把它均匀地分摊到工装的5根滑道上？滑移200米后，换流站安全抵达码头。在连接船与岸的2条轨道间，有着5厘米的缝隙。为了确保1指宽的间距，船上所有检测仪器全部开启。但尺子依然是最直观的测量工具。
为了跨过这5厘米的分界线，这座海上巨无霸足足移动了4个多小时。还有个100多架。当我们听到第9个响声的时候，就证明我们整个安装过程中离成功又近了一步。这个5厘米可能算自己目前人生中最长的一段距离了。在大潮退落之前，离岸装载终于完成。接下来，他们将驶出长江，前往江苏如东黄沙洋海域。7年前，三峡能源在这里开启了第1个海上风电场。如今，这片海域已经拥有亚洲之最的风电群，而即将在这里安家的超级换流站，将解决海上风场其超高级别输变电的世界难题。我们三峡能源采用柔性直流的输电海上风电项目，它对于未来包括咱们三峡新能源，包括整个中国开发深远海，起到一个示范的一个作用。黄沙洋海域3大风电场的汇集中心，矗立于此的第3代直流输电换流站，更像是一座电力水塔，能够精准地控制海上风电的方向和流量。在全球新能源发展中，中国工程师们交出了风机间歇发电对电网扰动的解决方案。10多小时航行，运输船抵达指定海域。天公不作美，紧随而来的雨雾让海面上的能见度降低。上海在下大暴雨，天一黑，那个风肯定在我们这里。现在航手几家，能不能控制一下？稍微，反正我们现在只有4点半了。姚正华是海上安装指挥长，有着30多年海工经验的他知道，海上作业危险程度极高，而在能见度极低的海面上，作业难度也会成倍增加。前方不远处，一座钢制导管架隐约可见，超级换流站将在这里落座。然而，在风急浪高的海上，完成2万多吨重物的托举，这无疑是海洋工程上的极限挑战。傍晚时分，海上云开雾散，难得一遇的好天气，大家决定抓住这个窗口期。我们就争取18点40到位，那么就开始那个压载。压载的话，就是基本上。为了减缓前行的惯性，被4边锚固的半前船需要通过绞盘，将其牵引到2片长85米、宽15米的导管架中。这3万吨级的半前船，哪怕与导管架有轻微的接触，都有可能造成无法估量的后果。因为我们要保证12个支撑点，它相对位置不能有偏差，一有偏差，有可能有一个支撑点就对不上，或者是有一个支撑点发生轻微的磕碰，就有可能导致整个安装过程失败。要将半前船安全牵引就位，需要走钢丝般的平衡能力。然而，让换流站的12只桩脚能准确无误地滑入钢槽，却需要科技装备的支持。53米，53米。监控室里，高清定位仪实时传输落点位置，保证换流站在托举到10米高度后，桩脚能垂直下落，无缝对接。通过这个我们现在的监测的系统，我们基本上控制在0.005以内，0.05G，基本上加速度基本上都是符合我们的要求的。万事俱备，只等最后落座。沙子
沙子都流出来了，流上了，哎。晚上8点，海上换流站平稳落座。监测结果显示，12只桩脚未发生任何偏移，核心部件的振幅与平衡值都控制在安全范围内。拿海上风电这个领域来说啊，第2等级是世界最高的。就我们从前面的追赶到后面的赶超，然后就是一步一步，感觉自己参与到里面还是非常有荣誉感的。这座海上超级换流站堪称世界新能源发展史上的巅峰之作。截至2022年6月底，海上换流站已成功向华东电网输送超14亿度电量，这相当于从远海风场传输约27万吨煤炭的能量，为长三角地区近40万户家庭提供清洁能源。从江河奔向大海，它彰显出中国能源转型的巨大决心和力量，而蕴含其中的，则是中国智慧。沧海横流，青山矗立，傲然于江海之上的白鹤滩水电站7号机组，也于2022年8月正式并网发电，紧急输往华东电网负荷中心的1000万千瓦水电，与三峡能源、风光电聚合发力，为江南100年一遇酷夏送来了绿色清凉。安徽淮南，这个以传统煤炭、火电为主的能源生产基地，今天也面临着向清洁能源的产业转型。这哪个方阵？上午9点，正在巡逻的蔡德旺接到控制中心的指示，距离目前位置约600米处，有一处设备出现险情，需要处置。收到，将挨标段15区颈部的铆绳进行处理，收到。安徽淮南，中国13个亿吨煤炭基地之一。过去的几十年，这里产出的煤炭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提供了强力支撑。然而，在地下煤炭被开采之后，采空区周围岩体原有的应力平衡受到破坏，使岩体产生变形、位移和破碎，最终引起地表塌陷。淮南地处地下水水位极浅的华东平原，开采区塌陷下沉后，地下水露出地表，变成积水塌陷区。不少区域水深已经超过7层楼的高度。塌陷区引发的生态问题日益严重，而大大小小互不相连的沉陷湖也制约了当地经济的发展。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矛盾不断加剧，取舍之间，考验的是国之大者的决心、勇气和担当。这年春天，全球单体最大的水面漂浮式光伏电站成功并网发电。面对水底塌陷区不稳定的地层条件，三峡能源工程师运用锚固系统，也就是用锚索这种软性连接来应对水位起伏以及地陷的难题。但是，当水底有小范围地层发生明显变化时，就会将支撑光伏组件的漂浮物拖入水中，造成不平衡。蔡德旺巡逻小组的任务就是排除这个险情。
小心点啊！对，应该是这个。是这个。应该是这个。你看现在已经吃水深度大概在30厘米了，这必须要处理了。这可能这边能不能往这边串一串？5月中旬的湖水，水温低于20摄氏度，冰凉的水体正是水面光伏的优势。水体对光伏组件及电缆进行降温冷却，可明显提高发电效率。同时，漂浮体减少水量蒸发，遮挡阳光，抑制藻类生长，又起到提高水质的作用。漂浮式水面光伏是采煤沉县区治理与发展绿色能源相结合的积极探索。这一片作为示范区的发电厂，至今已运行近5年。在这段时间里，它生产了近7.6亿度的清洁电能，节约了标准煤23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6.2万吨。一系列漂亮的数字，是三峡能源发展的一个缩影。而对于一群曾经受困于采煤塌陷区的当地人来说，是新生活的开始。蔡德旺就是其中之一。买几件是纯棉的还是买几件？买纯棉的。好，这个也可以吧？跟过去在煤矿相比，今天的工作环境安全舒适得多，待遇也更好。更高兴的是，未来更有希望了。今天是女儿满月的日子，蔡德旺特地邀请了当年矿上的工友小聚一番。小没办法，可能长大一点就好了。虽然已经搬进楼房，蔡德旺还保留着老房子这块地，在这里才能烹制纯正的淮南菜。浙江安吉，青山环抱，翠竹葱茏。隐身于青山绿水间的三峡长龙山抽水蓄能电站，深入地下1200米的厂房，6台总装机容量210万千瓦的机组，能迅速调节电网消纳风光电引起的电力波动。这座抽蓄电站超强的削峰填谷、调频调相能力，已经成为华东电网负荷中心的超级充电宝。厂房内，5台机组已于2021年7月陆续投产发电，最后1台机组投产前调试，也已进入倒计时。按照今天的调试计划，我们现在马上要进行6号机组抽水至发电工况的转换试验。我们刚才已经组织人员完成了这个水轮机和发电机的这个检查，然后监控力丝。上午8点，项目负责人许杰、姚亮和机组安装工程师们早早来到了调试控制台前。现场各部位请注意，现在我们马上要开始6号机组抽水至发电工况转换试验。收到。经检查，各部位系统运行正常，具备试验条件。仪表显示，机组已准备就绪，
从抽水到发电的工况转换试验也随之启动。这是每台机组投产发电之前很关键的一项调试，验证这个计算机监控系统的这个自动转换流程是否正确。任何一个环节出现了问题，这样都会导致转换失败。作为技术最成熟的物理储能方式，抽水蓄能电站在电网用电低谷时，利用电网富裕的电能，将下水库的水抽到上水库进行储能；而在电网用电高峰时，将上水库的水泄放至下水库进行发电。正在进行中的工况转换调试，目的就是验证处于抽水状态下的机组，在接到电网紧急指令后，能否在500秒之内切换到发电状态。机组分秒必争的快速响应，对机电设计、制造、安装及调试都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在发电的时候正转，然后抽水的时候反转，然后用一个机组实现了发电跟抽水的2种功能。机组已进入满载抽水状态，反向转动的转轴以磁悬浮列车的时速，带动着11扇叶轮高速旋转。巨大的离心力将下水库的水抽送到了700多米高的上水库。6号机组抽水之发电工况试验正式开始。随着指令下达，这台一机两用的水泵水轮发电机组，要在500秒内完成从反转抽水到正转发电全部过程，专业又称工况转换。肯定是越短越好，迅速将机组从抽水工况转换到发电工况，然后来保证这个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水流的高低落差近乎2座上海金茂大厦，机组引水管水压力相当于上百台推土机的推力。超高水压推动转轴以每分钟600转高速转动。随着中国新能源以每年上千亿千瓦时的速度提升，风光发电不稳定性也加剧了电网系统波动。为此，具有储存和释放电能的抽蓄电站已然成为消纳平衡不可控电力的超级充电宝。为应对未来复杂的电力调峰，这台单机容量世界第1的水泵水轮发电机组，许多关键部件都需要优化。假如转换过程中没有把这个控制好，上库的水全部冲击到我们这个转轮上，导致机组发生飞逸。超级液压启动装置将完全打开的进水球阀推至安全紧闭状态，时间很快显示出来，65秒，这是一个不错的开头，为抽水机到发电机之间的角色切换赢得了时。长龙山抽水蓄能电站向北3公里，是世界最佳旅游乡村渔村。竹海绵绵，流水潺潺，5月的山乡，有着现代版的《富春山居图》般的景致。这里体现了古人所说的天人合一的这样一个自然景观。置身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诞生地，
作为电站建设负责人，陈涛对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这一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的理解也愈加深刻。绿色设计、绿色施工这样一个理念，尽可能的保留原始的生态环境，做到让山水林坝融为一体。如何将抽蓄电站上下水库如大珠小珠落玉盘般的镶嵌在绿水青山中？长龙山绿化设计师于小艺正在为他的缤纷长龙方案做最后的设计定稿。竹子它是一年四季都是常青的，它缺少色彩，所以我们提出来缤纷长龙，就是增色，就打破了它单一的绿色。未来长龙山，200余种杜鹃花与青山翠竹交相辉映。峰峦之上的水库大坝，宛若层层叠叠的空中花园，奇绝的生态工业景观，堪称抽水蓄能电站建设的又一奇迹。长龙山抽水蓄能电站的建设是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探索，同时也是反映了我们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理念的践行。在迈进生态文明的新时代，以长江上游新进的乌东德、白鹤滩等水电枢纽为代表的大国重器，正发挥着压舱石的作用。三峡集团基本建成世界一流清洁能源集团和国内领先的生态环保企业，努力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促进全面绿色转型做出更大贡献。聚焦主业，落实双碳目标，为14亿人提供清洁能源，并用坚实行动去守护着让我们生息繁衍的绿色家园。三峡水电人正在重塑中国能源基地新标志，描绘中国清洁能源发展的新版图。